塔沃尔21听过吗？我知道啊，新沃出的两面壳嘛。你是不是还活在大清啊？咱们这个是新款的一体式的，猜猜多少钱？我看看啊。哎，这手感真不错啊，这得1000好几吧？1000只够买个箱子，3000块。哈，什么玩意儿？这尼龙壳子你卖我3000块钱，人家陆战堂 MK17好歹还有 CNC 上机匣呢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啊，你这是拿我们水友当韭菜啊？哎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你懂个屁！咱们这个是和真铁同款的聚合物，原厂精调的6号波，空挂回汤一样不少。有3000块钱，我都到国外去撸真铁了，你去吧，拜拜啊！关注了水弹市场的水友，肯定听说了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塔沃尔21水弹发射器啊。这支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赶着无托化潮流，在90年代设计的无托式步枪，在各类军事战争游戏里频频出镜啊。由于极为科幻的外形，不少军迷对塔沃尔21情有独钟。而在水弹市场啊，塔沃尔由于一体化的枪身和相对复杂的结构，没有引起厂家的特别关照。曾经新沃推出过的两片壳版本呢，在市场上也鲜有问津。直到今年4月份，枪与战术工作室推出了这款首发售价高达3600块的塔沃尔21水弹发射器。据说枪与战术的这套模具啊，是取得了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的授权了，可能这也和它高达3000多的售价有关系。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木头盒子，上面也是印了塔沃尔21和 RWI 的标志。这有一个腰封啊，上面印的是 GR， 也就是枪与战术的标志啊。这个盒子挺有意思的啊，整个箱子都是松木板啊。我们看到这个4角都有钉子钉上的，不太像那种武器弹药的箱子，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像那个高档红酒的那种木头盒子。可是我现在没有那种拆武器箱的感觉，反而感觉是在撬人家棺材。这个封面是一个它这个玩具的特写的照片啊，是可以当海报用，估计。上面还有它这个武器的参数啊，比如说枪管长度18寸，总长度725毫米，重量3.6公斤，材质挺厚的啊，打印的挺漂亮的。反面还有它的拆解图，这个应该是复刻了马路易的6号波，整个零件的拆分爆炸图都在这里了。还有一层海绵垫。哦，终于见到本体了，第一眼看上去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惊艳，整个表面处理的这个质感，近距离看的话，你能感觉到非常细腻。哇，拿在手上非常重啊。这个没有加弹匣的话，可能会稍微轻一点。整体虽然是聚合物的材质，但是能感觉到它这个用料非常扎实。盒子里的配件挺丰富的，除了护目镜、水弹这样的标配以外呢，附送一块使用 SD30U 接口的11.1伏聚合物电池，2800毫安时的容量，不知道有没有虚标。一根两端带有弹性的尼龙背带，做工马马虎虎，勉强够用。一个用来替换保护色的钢制磷化火帽，做工非常精致。据说盘一盘还会有惊喜。一个打印的14尼亚上旋，可以用盒子里送的胶水粘在枪口上。原厂附带2个标准5.56弹匣，表面处理接近司马的磷化质感，漆面细腻但不耐磨。不过磨损以后啊，反而有点像真铁的味道。出弹口安装了一个橡胶阻弹环，这种设计倒是头一回见。弹匣底盖上有一条非常耐人寻味的镂空，具体是什么功能啊？请各位水友自行遐想。弹匣采用标准 AEG 尺寸，通用司马和忽必烈机匣。发射器本体就是这支短枪管的塔沃尔21，拿在手上的一瞬间，你就会明白，这支发射器和现有的任何一款水弹都不在一个段位。虽然我没有亲自上手过塔沃尔真铁啊，但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支水弹版本最大程度地模拟了聚合物枪身的材质和表面防滑处理，握在手里极其扎实，拿它破窗砸门应该不会有任何问题。整枪重量达到2930克，仅次于使用了金属上机匣的陆弹堂 MK17，
甚至相比真铁也只轻了600多克。全长70厘米，主体外壳采用超大面积的一体成型，目光所及的所有小零件全部都是金属材质，加上极其厚实的用料，那种没有一丝形变带来的硬朗质感，是其他使用普通尼龙外壳的发射器远远无法企及的。塔沃尔21因为采用无托布局，机匣位于整枪后方，兼具后托的功能。机匣右侧的抛壳窗里可以看到金属材质的方形基片，联动行程40毫米，大约是整个抛壳窗的一半。这个基片同时还实现了模拟空舱挂机的功能，按下弹匣后方的三角形解锁块就可以释放基片，拟真感很强。机匣左侧相同的位置还原了真铁可以左右互换的抛壳窗防尘盖，后面印着塔沃尔21的枪身铭文和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的 logo， 凹刻非常清晰。在铭文上方还可以贴上随枪附赠的钛合金序列号名牌，这逼格一下就出来了。金属枪身背带扣从机匣两侧穿过，钢制螺栓非常结实。跳吊尾部的销钉可以掀开作为电池舱盖的托垫，电池舱空间还算充裕，除了18650双胞胎，常见的聚合物电池都可以装得进去。电池舱下方可以看到波箱屁股，金属快拆为顶，让更换弹簧非常方便，和 AUG 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弹匣颈没有设计倒角，安装弹匣稍微有点不便，而且插弹匣的时候需要用力拍下才能卡住，弹出来倒是很顺畅。前端的释放拨片有点和扳机类似，按下以后能看到侧面外置的弹匣卡榫轻微弹起。机匣顶部有一个钢制的圆形卡扣，前面还有7扭8拐的迷宫一样的凸起。这玩意儿呢是塔沃尔原枪自带的光学瞄具的底座，还原倒是十分到位啊，不过目前并没有复刻的瞄具能够适配。机械穿孔罩门是独特的侧翻转设计，拨起来有点生涩。前方的增高导轨一样是金属材质，分体结构设计可以后期替换成低基线的平顶导轨。枪身侧面用来调节底座的螺丝没有还原独立结构，做成了假螺丝，稍显遗憾。枪身中段左右两侧各有4个斜向散热孔，这也是塔沃尔21的标志性设计之一。透过散热孔可以看到垃圾柄连杆和金属套管。塔沃尔的握把握起来还是挺舒服的，表面防滑纹路均匀细腻，大拇指可以直接拨动到上方的快扳机，档位比较清晰。金属扳机通过机械连杆和波箱连接，行程偏长。因为塔沃尔特殊的一体枪身，护木上方的金属机匣盖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护木的一部分，大面积镂空是为了保证枪管散热。全行程垃圾柄通过一根很长的金属杆和回膛装置连接，拉动非常顺畅。右侧是通过反面螺丝固定的斜导轨，拆解过后两边可以互换。顶部的金属准芯、分偏和下坠都可以调节，折叠时候会有咔嗒一声。下方的护木表面有很厚的橡胶漆涂层覆盖，质感和握把类似。枪管14毫米逆压螺纹是标准配置，铝合金内管伸出外管1厘米，刚好适配原厂上旋。套管固定的非常牢固，用手掰也几乎不会晃动。发射器同时还原了真铁可以左右互换的垃圾柄快慢机，不过抛绳装基片由于联动套件固定在波箱上的原因，暂时还是无法互换的。无托式结构的先天问题就是换弹匣不太方便，天脸射击的时候噪音又特别大，水弹同样无法避免。抛开这些问题，这支塔沃尔21的射击手感还是很棒的，空挂释放附带预供弹功能，回膛联动也非常过瘾。不过由于没有使用火控芯片，机片回膛并不是每次都能归位，在这个价位上实在显得有点尴尬。拆解过程稍微有点复杂，前后几颗销钉和螺丝分别固定上机匣盖、导轨和瞄具底座，机匣里还有2颗机米螺丝用来固定扳机和快慢机连杆。抽出波箱可以看到，这支波箱以马路易6号波为原型，使用杠杆结构连接扳机微动和快慢机，所有杠杆全部使用金属零件来保证强度。全气量气缸搭配40厘米内管恰到好处，天梯采用镂空设计，金属齿轮组上下都有垫片。作为水弹发射器，塔沃尔21自然是突破不了水弹的性能极限的。好在原厂金条的波箱让我没有失望，使用新款的滴滴工坊陈弹，初速稳定在75到80上下，弹道非常优秀。完全原厂的状态下，10米打瓶盖有点夸张啊，但是8米打一打扑克大小的靶子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在拿到这支塔沃尔21之前，我相信各位也一定跟我一样，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给了枪与战术底气，把这样一款小众型号定出如此高的售价，远远超出了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发射器的出厂价格。然而开枪上手以后，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，
这支发射器拥有目前市面上最棒的质感，没有之一。我上手过的机匣最硬的，比如说景明10、忽必烈 K 系列，甚至于使用了 PA66 尼龙的 3D G36，和它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。如果前面那些发射器的硬度是你时隔多年重新见到了初恋情人，那这支塔沃尔21大概就是穿着红色浴袍，嘴里咬着一张黑桃 A 扑克的20岁的邱淑贞躺在你身边的感觉。我就想问一下啊，他这个浴袍啊，里边还有衣服吗？当然了，实话实说，在目前普遍价格在300到800的发射器市场上，这支塔沃尔21显然还是有很高溢价的。我个人的心理价位呢，在1500到2000左右，目前的定价确实过高了。不过市场差异化、产品价格区间的细分是不可阻挡的趋势。出现更高价位的发射器是玩家追求更高品质玩具的必然结果。我想说的是，每个人愿意在玩具上的消费意愿不尽相同，玩什么价位的发射器并不决定你作为玩家拥有什么样的地位。我见过对某个型号极其痴迷，自己耗费了大量精力用两片壳改造出分体结构、回膛公挂功能的玩家，也有买了4388到处炫耀，却丝毫不明白自己发射器上挂着一堆配件到底有什么用的玩家。那相比细节 bug 一大堆的 MK17套件来说呢，枪与战术的这支塔沃尔21显然要更加成熟，完成度更高。除了机匣上有一颗假螺丝以及没有使用火控芯片以外，这支发射器的外壳做工、细节还原、可玩性都算得上超一流水准，原厂性能也完全能够满足下场的需求。在合格和顶级这个区间，这支塔沃尔21显然是要向右边有很大倾斜的。不管怎么说，人家现在就是独一份嘛。看完了视频，大家觉得这支塔沃尔21合理的价格应该是多少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。想要了解更多发射器相关的信息，建议你立即扫码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并且下载 SD- 水弹论坛。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再见。